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不吹也不黑，说几句大实话。我现在在武汉的街头啊，回来没几天，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说实话，回来之后我就感受到咱们的移动支付非常方便，在美国想都不敢想的。在这个街上呢，它是江汉路最长的一条步行街，是武汉江汉路步行街嘛。然后这边有很多建筑啊，跟美国那边呢是很相似的。因为曾经这里是租界，所以有很多的那种洋房，各种那种国外的建筑嘛。然后这边马路上呢人山人海的，是不是？马上快过年了，很多人都出来买东西了。这边有卖羽绒服的，卖衣服的，都开始打折促销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看到没有，好多各种各样的啊。在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，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很多公共交通你不敢去坐，相信朋友们在网上面看到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。那地铁里面，我的天呐，你看在武汉的地铁呢，修的非常的明显啊。然后地铁下面主要还是有，就是说有信号，有5G 信号。在美国那边，也就是信号这一块比较差。然后在地铁上面呢，有很多人呐，就是做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一些东西。在美国那边，在咱们国内啊，我们国人都很有素质，所以在那边呢，基本上不坐公交，不坐地铁。你们也知道，美国呢有很多条地铁线，但大部分都在那种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那个大城市里面，纽约、洛杉矶、芝加哥等城市。你看这边的建筑啊，就跟美国那边很像。这是以前呢是哪个银行？现在呢是中国工商银行。工商银行是世界前500强排名第2。银行在世界各地啊遍布了很多的营业网点，在美国那边也有中国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啊，只是没有像咱们国内那么多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街道上啊，地板呢是不是非常人性化？然后这是武汉的街道啊，大家别理解错了啊，我说的是在分享美国那边的感受，就只是说因为这边的建筑很像嘛。然后美国那边虽然说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但是总体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大农村，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城市建设比较早，他们后面没有进行开发和设计，所以很多房子啊都已经老了旧了，也没有钱去维护。在美国那边呢，虽然人人都住大别墅开豪车，主要还是因为公共交通上面一个没信号，第二个还有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路面上的地板啊，是不是非常的干净整洁？垃圾桶啊也是还有这种设计，武汉光的设计。但在美国那边这个地板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踩裂，而且这边还可以给手机充电，看到没有？在美国那边路灯大部分都是白色，有的路灯都是假的，晚上都亮不了的，因为那个电费啊费用太贵了，是不是？在美国那边吃饭来说的话，你看咱们在大中国吃饭啊，比如现在旁边有个店，我们去里面吃饭不用给小费不用给消费税，在美国那边要给5%还是多少的消费税，还有那个小费15%。如果你不给小费的话，随时可能会给你终止服务。在美国那边呢，你出来遛狗啊，那个狗屎必须得带走，然后狗呢必须要拴绳，不拴绳的话罚款。不像咱们大中国这么友善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没有拴绳，劝导你把它拴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狗屎没有收拾的话，也不会对你罚款。在美国那边非常的不人性化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条条框框。然后在美国那边就是一些很多食物啊，比如说他们店铺啊，一些做的美食。这边你看咱们大中国回来之后，我发现很多吃的都可以从手机上面点，天南地北的美食。以前呢，想要吃的话要去很远的地方，现在呢，物流啊电商啊这么发达，在美国做不起来电商的原因就是他们时间太久了，外卖得3-5个小时，回来都已经变味了，都已经放坏了。你看实体店呢，是不是？咱们现在国内的实体店呢，其实跟电商来比的话，其实有一些影响的，电商影响了实体店，但是也没有太大影响，该买的还是会买的，只是消费群体变了吧。这就是武汉街头的一个，看到没有，非常漂亮的中间的位置了，那边就是老房子，非常漂亮。说实话，美国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还是比较落后的农村，治安的话晚上是不敢出门的。刚开始还不适应呢，因为晚上每天8点钟必须上床睡觉，回来之后晚上不回家都可以，天天去吃宵夜，唱了好几次歌。我觉得美国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很多东西都非常的不人性化，你们怎么看呢？